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泡沫终于开始破了。6月19日，哪吒汽车的破产申请成为压垮中国造车神话的又一记重锤。这家曾被誉为新能源黑马的独角兽企业，估值高达250亿元，在上海虹桥开大办公室，宣布出海战略，全国建厂扩张，如今却落得个被广告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悲惨下场。这不是风口上的猪摔了下来，而是整个风口已经塌了。据其查查最新信息，哪吒汽车的运营主体合众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被上海宇行广告公司申请破产，浙江嘉兴中院正式受理案件，指定浙江子诚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这场由做广告不给钱引发的破产申请背后，是长达1年的债务危机连锁反应。据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5月底，哪吒累计逾期票据金额高达 1.99 亿元，不少债权人早已走上法律程序讨债。与此同时，内部员工频繁爆料被欠薪，有员工自称已经4个月没发工资，房贷、车贷断供，孩子学费都交不上。最魔幻的场面发生在哪吒汽车上海新总部。刚刚乔迁不久的虹桥办公室，10天不到就变成讨薪战场，数百名员工围堵董事长兼 CEO 方运舟，要求给个说法。视频中，方运舟一脸冷漠地说交给第三方处理，撂下法律途径解决的话，转身离开。这一幕彻底击碎了所有人最后的希望，而公司内部也基本陷入停摆状态。员工收到居家办公通知，办公室门禁卡被停用，2个月没进门的人比比皆是。更有甚者称，公司早已无业务可做，所有项目暂停，研发室成了摆设，车间早已断电断水。这一切正如同一场毫无预警的雪崩，迅速掩埋了无数人曾寄托在新势力造车上的梦想。哪吒的死亡其实早有预兆。2014年，浙江合众新能源成立，2018年推出哪吒品牌，靠低价高配策略，迅速在网约车、租赁市场站稳脚跟。2020年交付 1.5 万辆，2021年7万辆，2022年更是狂飙至15万辆，市值暴涨，资本热捧，投资人排队送钱。那时的哪吒是造车新势力里最被看好的那个。可惜这一切在2023年以后开始反转。2024年全年销量仅为 6.45 万辆，几乎腰斩。2025年1月，全国销量只剩110辆，几近归零。更讽刺的是，在宣布出海泰国筹办海外经销大会的同时，哪吒在国内却无车，可叫无钱可退。销量崩盘的背后是长期忽视产品研发的恶果。据财报数据显示，哪吒3年累计亏损超180亿元，研发投入远低于同行。面对比亚迪、小鹏、理想的技术迭代和产品更新，哪吒只能不断压价，却无法真正提升产品竞争力。CEO 张勇曾提出转型服务型公司，将重点转向软件与生态系统，放弃重资产制造模式。但这一战略在投资者眼中无异于主动放弃主业。于是资本撤了，供应链断了，经销商反水了，员工跑路了。烧钱烧到最后，哪吒连火种都没有了。和破产申请同时上热搜的还有哪吒车主的维权潮。据新浪财经报道，哪吒 S 的部分车主投诉，车辆增程器故障却迟迟无法更换零件。原因很简单，配件断供。维修点早关门了，配件厂家没钱发货，哪吒总部无人接听。一辆本该续航500公里的车，如今只能靠电跑100公里，而且随时可能趴窝。而在上海总部，数十家零部件供应商围堵公司讨债，甚至有供应商打地铺3天3夜，堵门不走。全国300多家哪吒经销商中，已有超20家发起联合维权，
控诉收款不发车、拖欠返利等严重违约。这不是一家公司出问题，这是整个系统崩了。别以为只有哪吒难过，现在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人人都在吃土。比亚迪这个新能源行业的王者，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底，其流动资产为3710亿元，流动负债却高达4960亿元，营运资金赤字1254亿元。换句话说，比亚迪账面上虽然很富，但随时可能资金链紧张。而《金融时报》最新披露，中国16家主要上市车企的净流动资产从2021年中期的2905亿元下滑至2023年底的1043亿元，缩水62%。更可怕的是，1/3以上车企的流动负债已超过流动资产，这意味着一旦遇上现金流断裂，就会连锁倒闭。连比亚迪都在崩，其他车企还怎么活？在过去的10年里，中国车企最擅长的不是造车，而是造梦。无数人靠新能源3个字拉到融资，炒起估值，开发布会，占风口，但这一切的基础从来不是技术，不是服务，不是品牌，而是烧钱换增长，炒概念骗融资。就像当年的恒大一样，表面上光鲜亮丽，背后却债务缠身，终究走到了崩盘的那一天。6月6日至7日，2025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长城董事长魏建军一针见血，汽车产业里的恒大已经出现了。他说的是哪吒吗？不，只是哪吒是第一个爆出来的。更多的车圈恒大正躲在数据背后，等待下一次资金链断裂的瞬间。我们来看看几个数字：吉利、蔚来、赛力斯、北汽、江淮等5家企业的营运资金赤字合计高达1780亿元。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车企平均利润率仅 3.9%， 还比去年下降了 0.7个百分点。其查查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已有近20家造车新势力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冻结资产总额超过60亿元。这不是1-2家公司撑不住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开始系统性失速。现在的中国新能源车圈有点像现实版鱿鱼游戏，卷价格、卷配置、卷服务、卷融资、卷命。比亚迪降价，小鹏降得更狠，领跑送保险、送保养、送家电。蔚来干脆宣布全系终身质保，引得一众车主买早了哭晕在厕所。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卷就死，但没人愿意承认，这样卷下去大家都得死。汽车人传媒6月15日发文指出，一边是比亚迪、吉利、长城这些头部大佬在重庆论坛上唇枪舌剑，另一边哪吒这样的新势力却深陷破产泥潭。表面看似混乱，实则是行业清场战的开始。在中国新能源车市这个游戏里，输家只有2个结局：清盘或者躺平，而赢家也只是暂时不用死罢了。有人会说，车企是市场主体，竞争是市场规律。可问题是，中国新能源车企的发展从第一天开始就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国家补贴、地方补贴、购车减税，政府规划、产业园扶持、信贷倾斜，地方政府拉项目、造明星、保就业。过去10年，中国政府至少投入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但结果呢？收获的是数百家不盈利的车企，一堆靠融资续命的 PPT 造车公司，以及成千上万被欠薪、被割韭菜的老百姓。而现在，那些曾经一口一个产业升级的地方政府也面临报应。湖南长沙某地为新能源项目铺设专线、建厂房，如今项目停工，厂房闲置，银行贷款违约。江苏某地投入8亿元扶持的造车企业，半年后人去楼空。
山东临沂某产业园还在招商宣传册中印着哪吒汽车的 logo， 但实际已经停摆。地方政府债台高筑，财政收入下降，却还要继续兜底那些即将爆雷的明星企业，结果就是越救越亏，越投越烂。哪吒汽车的倒下远远不是终点，这家明星企业的破产不过是整个中国泡沫经济模式开始崩塌的一角。表面上是高光、融资、扩张，实则背后是透支、空转、债务泥潭，上层造梦，下层流血。今天被引爆的是新能源汽车，明天爆破的很可能就是 AI、机器人、元宇宙。这个模式的问题不在于企业不行，而在于这个时代不允许失败。但越是不允许失败，越容易催生超级灾难。而如今，市场终于开始反噬，开始惩罚那些长期靠讲故事活下来的幻想项目。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还撑得起下一个哪吒吗？还能给下一个比亚迪机会吗？数据已经说明一切。中国新能源车市产能利用率不足 60%， 超过一半车企仍靠融资烧钱维持运转。整体行业的亏损总额预计2025年将突破3000亿元。而与此同时，欧美市场开始提高进口门槛，印度、东南亚建立起自己的新能源生态链。曾经号称引领全球新能源革命的中国制造，正在被现实一刀刀打回原形。哪吒的死不是个别事件，而是一个时代正式谢幕。这个时代里，中国曾用10倍速度扶起企业，又用100倍成本埋下债务。中国人曾狂热追捧造车新势力，如今却眼睁睁看他们倒下，一地鸡毛。可怕的不是哪吒死了，而是还有更多的哪吒正在路上。